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什么阻碍了你们当下的感情运势？你们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权杖10。你们现在可能说正处在一种巨大的压力当中，或者说，这些权杖是周围人对你们的期待和要求，让你们有一点喘不过来气。你们处在这种巨大的压力当中，精神非常的紧绷。那当我们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其实生活已经离我们远去。所以说，这种状态下自然无法开启一段正常的这种恋爱。而第二张牌高塔牌，它代表的是你们曾经经历过的一段非常虐的关系。那这张牌代表的是这种关系最终分崩离析，而过去的这种关系呢，对你们的这种婚姻观、爱情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说，从牌面上来看的话，你们在这一段关系当中遍体鳞伤。而第三张牌呢，圣杯的逆位你们可能一直以来感情不顺利的原因，也是因为你们在一段关系当中可能不是很擅长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有什么事情呢都憋在心里边。有的时候呢，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们会有一肚子的委屈说不出来，但是呢，说出来又都是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所以说，这张圣杯的逆位，它代表的是你们有什么心事，当它没有说出口的时候，就会变成某种遗憾。那么第4张牌呢，女皇牌的逆位其实你们在一段感情当中，或者说在爱情当中，你们自身的条件非常的不错。但是你们似乎并没有客观的意识到这一点你们总是对自己有一点信心不足觉得自己好像不配得到那些美好一样。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天使神谕卡呢，是大天使想要对你们说的话。第一张牌就是 Look to your inner strength， 向内看，向内发掘你们自己已经拥有的一些美好。其实你们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加的出色和优秀。现在的你们可能缺乏一种内在的安全感，对自己没有信心。其实你们是不清楚自己拥有多么强大的能量，你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们总是拿自己和别人去比较，但是其实你们每一天都比昨天的自己要更加优秀一点。但是呢，你们总是和别人比较，就会让你们有一种很强的挫败感这也是你们之所以没有信心的原因之一。美好的感情是要收获一个满意的自我的，所以说你们在接下来要多对自己进行一些自我肯定和暗示。第2张牌呢是 Speak the language of love。你们可能已经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很长时间的感情空窗期你们甚至有一点忘记了如何去向一个人表达自己的好感你们现在需要练习，你们现在需要尝试着向一个你们已经有好感的人，或者说暗恋的人表达自己的这种好感。而第3张牌呢是 Relationship Matters。这张牌是大天使告诉你们的，就是说你们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独处非常的轻松且惬意但是你们也要认识到，就是说你们并不是独自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的，我们同样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们需要在建立联系的过程当中看到自己的价值，这会让你们感觉到你们依然是被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它会给你们一种脚踏实地的存在感。那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能够让你们对抗这个世界的孤独与荒谬所以说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那接下来的这几张牌呢，第1张牌是 Purpose。这张牌是你们存在的意义尼采曾经说过，当你们能够找到生活的意义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所以说在我们这组占卜当中呢，你们人生的一部分意义是找到关于你们人生当中那个灵魂伴侣因为你们能
对方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一个更好的自己。而第二张牌呢是 Envy，这张牌代表的是可能在你们的身边有一些人在嫉妒你们，或者说对你们有一些偏见，这是你们需要注意的，这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些来自于人际关系带给你们的困扰和挑战。第三张牌是 Change 带来的改变，就是说你们当下的状态，或者说你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不利于你们脱单的，你们现在需要做出行动去改变你们的外部环境，你们的状态，而你们做出的这种改变也会相应的改变你们未来的感情运势。人生的钥匙都藏在改变当中啊！一旦你们做出改变，你们的人生剧本也将由此改写。你们要相信一点啊，可能说对于过去，曾经你们经历过的那些失败的感情，你们无能为力，但是你们永远有能力去改变未来。而第四张牌呢是 Worry，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现在可能整个人处在一种比较焦虑的状态当中啊，你们会被一种莫名的焦虑所掌控。你们的这种焦虑来自于你们很害怕自己无法得到爱，也无法真正的去爱一个人。其实解决这种焦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你们要行动起来，去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努力的让自己走入人群当中，进入到一段关系，建立连接。其实爱它不是一种感受啊，它更像是一种能力。你们需要不断的通过练习来让自己拥有这种爱的能力啊。从这组牌面上我看到，其实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内心深处不是很自信啊，而且你们的这种不自信又会给你们带来大量的焦虑。所以说你们要明白一点，就是不要因为看到别人发光就承认自己的暗淡，不要灰心，继续努力啊，因为你们自己一定在未来有一个专属于你们的闪光时刻。在当下的话，你们需要停止内耗，去接纳自我，在未来你们值得拥有所有的美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宝剑四。你们可能内心当中有一些没有释放的情绪和执念，让你们陷入到了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当中，逐渐的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人生对你们来说是一场孤独的狂欢，你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警惕。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也遭遇了一些打击，你们曾经被误解、被斥责、被质疑，所以说你们可能现在正处在一个黑暗的谷底当中，但是请你们相信啊，天亮以后就会很美啊。第二张牌圣杯四的逆位，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在人生的低谷期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或者说好消息。这个凭空出现的圣杯是某个人带给你们的，可能是来自于过去的某个人啊，过去曾经错过的某个人会重新向你们发来消息和问候。这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你们走出现在的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而第三张牌星币六，代表的是你们可能有着某种讨好型人格啊，在一段关系当中特别容易失去平衡。所以说当下的你们变得非常的谨慎且保守啊。你们总是会，尤其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们总是会身心俱疲啊。所以说现在的你们有一点麻木，某种程度上你们正在放弃自己对于美好的追求，你们会感觉自己的人生或许就这样了。所以说阻止你们脱单的其实是你们的内心正在逐渐的变得封闭啊，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封闭。接下来的这四张牌是你们灵魂深处想要给你们的指引啊。第一张牌就是 relationship， 你们的灵魂深处其实依然是渴望一段关系的。虽然你们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一段亲密关系啊当中所包含的爱是唯一能够对抗孤独的方式。这种爱啊，这种关系带来的是人格成长和自我觉察的契机，它能够激发出一些我们未曾意识到的潜力和品质，并且创造一些回忆啊，能够温暖我们的余生。所以说你们依然需要一段亲密关系，你们依然需要爱，
你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为此做出努力啊，你们才能够拥有一段好的关系和爱。第二张牌是 acceptance 啊，这张牌代表的是一种接纳，一种自我接纳。就是说，现在你们可能这种感情运势受到阻碍，更多还是因为自己首先对自己是不自信的，你们没有完全的自我接纳。一段美好的关系出现的时候啊，你们第一反应可能也是想要退缩和回避。好的爱情和好的自我一定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你们现在需要完全的接纳自己，尤其是那个你们认为不完美的自己。而第三张牌呢 ，indecision。在感情当中，其实你们还不够果断啊，总是在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面对一段无法挽回的感情，你们也总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新的感情当中，你们也有一点畏首畏尾，不敢行动啊。所以说，这种特质它是阻碍你们开展一段新的关系的一个因素。你们总是在该谨慎的时候草率，该果断的时候又犹豫。你们也总是害怕冲突和矛盾啊。所以说，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们总是会委屈自己。这其实本质上还是源于你们对自己的这种自我接纳的程度不高。第四张牌是 trust 啊，这张牌其实是根植于内心当中的这种深深的希望感带来的安全和信任。你们永远都要相信自己值得未来的那些美好啊，这是你们得到美好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们同样也要相信一段好的亲密关系能够帮助你们成长，这样你们才能够更加接纳一段亲密关系。那接下来的这4张天使神谕卡呢，第一张牌就是 I love you。这句话其实是所有语言当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可以把这句话看成是大天使想要送给你们的一句话。大天使依然是爱着你们的，他们在背后支持着你们。当然这句话可能是你们未来的人生伴侣想要通过神谕卡传达给你们的，就是你们在未来会有一个人深深的爱着你们，你们未来值得那些你们所期待的美好。第二张牌是 practice compassion 啊，这张牌其实是一种共情能力啊，就是说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这种共情能力也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的，彼此理解，互相理解，彼此既懂彼此的语言，又懂彼此的沉默啊，这也是你们在未来能够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持续获得成长的一个标志或者说信号啊，你们的共情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强。而第三张牌是 ask for help。其实你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感情方面不够顺利，是因为你们经历了过去的种种那些过度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所以说现在的你们可能又变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你们会变得过于独立。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永远要学会 ask for help。无论是向你们周围的朋友，还是说在未来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你们永远都不是一个人你们在这种寻求帮助的过程当中也会建立联系这都能够推进这种关系，并且能够无论你们是寻求帮助还是别人向你们寻求帮助这其实都能够让你们找到一种存在的意义。现在的你们可能尽可能的会回避对他人的需要你们会回避寻求外界的帮助，但是这样也会让你们失去和外界的联系，尤其是可能会失去或者说错过一段美好的关系。而第四张牌呢 Love endures 这种爱的话它是能够持续的。可能现在你们还很悲观很消极的认为所有的关系都不可避免的会走向庸俗，但是你们也要相信它能够持续的带给你们一些力量和温暖你们要相信爱可以带给你们一些意义能够把你们从枯燥琐碎的日常当中拯救出来，让你们能够拥有一个更加浪漫更加诗意的世界。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第三组牌的第一张牌是命运之轮。命运之轮代表的是你们的过去在某种错误的关系当中不断的重复和循环这种错误的关系让你们深陷在过去，不断的回到那些痛苦感伤的回忆边缘去轻轻的触碰它。
但是呢，这种命运之轮带来的重复和循环必然会被打破。你们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你们就会如何对待自己的未来。人生当中有的失去，恰恰是为了下一次的得到。所以说，你们需要积极的去面对未来。而第二张牌呢，权杖的逆位啊，你们可能会拒绝来主动靠近你们的人。并不是，所以说从这张牌我看到的并不是说单身选择了你们，而是你们主动选择了单身。现在的你们并不主动的去追逐爱情，因为你们想要变得足够优秀，然后让爱情来主动追逐你们。第三张牌星币七，这张星币七代表的是你们可能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生的瓶颈期，或者说十字路口上，有一个重大的选择在等着你们去做。现在的你们可能无暇恋爱啊，因为你们想要先保证自己的未来。实际上我从这组牌面上也看到了你们现在可能处在了一种比较充实的状态当中。对于你们来说，爱情并不是一个必需品啊，你们很清楚爱情它只能锦上添花，而不能雪中送炭。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啊，会让你们在未来收获到一个更好的自己。而第四张牌呢，宝剑的逆位，它代表的是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有过一些不理智的瞬间，因为语言沟通而产生的误解啊、矛盾啊，说出口的话，不小心变成了伤害，而让两个人渐行渐远。所以说现在的你们可能有一点害怕沟通啊，也害怕敞开自己的内心。你们害怕一不小心说出口的话会变成伤害，所以你们索性就拒绝沟通，或者说回避这种沟通。而接下来的这4张灵魂神谕卡呢，是你们灵魂想要对你们说的话，想要给你们的指引。你们在感情当中应该做出的改变。第一张牌呢 Forgiveness 啊，这张牌告诉你要放下过去啊，彻底的告别过去。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努力的在这样做了。等待时就开心，相遇时就欢喜，相处时就尽兴，告别时就用力。你们的人生永远没有悔不当初啊，只有义无反顾啊，这样的人生才没有遗憾。而第二张牌呢是 Failure。过去经历的一段没有走到最后的感情啊，并不能够说明什么，可能是两个人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彼此。你们也不需要对自己过分的苛责，你们依然优秀，依然爱，依然值得被爱，你们依然值得爱，值得被爱。第三张牌呢是 Loneliness， 代表的是一种孤独啊，可能你们现在正在慢慢的远离人群，远离是非。你们内在的世界就像一个流动的迷宫啊，里面有着错综复杂的路径，丰富的景观。你们不奢求能够获得认同和理解，你们只希望在自己的世界里遨游。所以说你们不想再次进入到一段关系的漩涡当中。而第四张牌呢，也是你们在灵魂上所面对到的一个课题啊，就是说 judgment， 你们总是对自己过于苛责，总是在审判自己。你们总是习惯性的自我攻击啊，出现任何问题第一反应都是去找自己的问题，这总是会让你们情绪很低落啊，会让你们不自信啊，它会让你们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一段美好的关系。其实你们也很在意别人对你们的评价和看法，你们完全可以活得任性一点啊，任性的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这样你们才是你们，你们的主语永远是自己，而不是其他人。而接下来的这4张牌呢，大天使给你们的指引啊，第一张牌是 Listen with your heart，用你们的心去倾听啊，你们身边其实有着很多关心着你们、爱你们的人啊，他们所传递出来的这种积极的能量能够支撑你们，帮助你们活出最大的生命力。而且呢，你们要注意去倾听大天使给你们的信号啊，因为他们正在呼唤你们的灵魂伴侣，一点点的向你们靠近。第二张牌呢是 Get to know each other， 理解和沟通啊，你们要尝试着打开自己，去了解一个人啊，不要总是活在自己对于爱情的幻想当中啊。憧憬是理解一个人的阻碍，你们需要真正的与一个人建立联系，这样你们才能够从一道关系当中收获到成长。第三张牌呢是 Choose Love， 这张牌其实是一种人生的主导权啊，无论是单身还是恋爱，这都是你们所选择的。
你们永远拥有关于你们人生的主导权。现在你们单身是你们想要提升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所以你们暂时选择了这种独善其身的状态。其实拥有这种心态的你们根本不需要焦虑啊，因为你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事情，它会让你们变得越来越好。而你们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对的人他会沿着你们发出的光迹来找到你们。第4张牌呢是 Be Authentic 啊，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保持真实啊。你们很容易在一段关系当中迷失，无论你们在一个人的时候，还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们都要保持这种独立的、不依附的状态啊。你们和自己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你们和自己的关系上面。你们能够证明你们自己一个人也能够活得很好、很充实、很精彩。那这样的一段好的亲密关系，是你们在自我关系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结出的果实。永远保持清醒和理智的去爱自己，肯定自己，支持自己。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第4组牌的第1张牌权杖女皇，你们在感情当中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强势吧，或者说有很强的控制欲。这种控制欲来源于你们非常害怕对自己的人生失去掌控，所以说这种控制欲啊，在一段关系当中的控制欲也会给你们带来很多的焦虑。而且呢，权杖女皇这张牌，它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权杖啊，它代表的是一种火象特质啊，它往往意味的是冲动啊，缺乏理性的思考。所以说，对于你们来说，一段关系的开始往往会带有一些盲目啊，缺乏现实的考量，靠着荷尔蒙和激情开始的一段关系，往往会虎头蛇尾。而第2张牌呢，权杖8的逆位啊，你们可能现在处在一种比较压抑的状态当中啊。这张牌代表的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个你们正在喜欢，但是又没有办法把自己喜欢说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人。权杖8代表的是这种激情和热情的能量正在被压制，可能你们现在正处在一种很压抑的状态当中啊，或者说周围环境带给你们的限制，让你们不得不压抑自己内心最深处的这种欲望。而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3呢，也代表的是你们可能现在把自己藏起来了，你们正在让自己远离是非，远离人群。其实从这张牌我能够看到你们现在正在与世隔绝，或者说你们主动切断了一些不断消耗你们自身能量的关系和事情。现在的你们正在深度的收拾和整理自己的内心。而这张权杖5呢，也代表的是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吧，或者说激烈的竞争，你们要去解决一个很混乱的问题，掌控很混乱的局面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指引啊。所以说你们目前的状态其实还没有让你们做好准备去开启一段真正稳定的关系。而这张 self-esteem 呢，代表的是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其实在爱情这件事情上，你们总是喜欢逞强啊，口是心非。你们想要表达爱，但是呢，表达出来又往往变成了伤害啊。所以说在一段关系当中，这是你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或者说不断完成的一种自我蜕变和成长。第2张牌是 imagination 啊，你们其实还是幻想多过行动，总是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啊，还有对于爱情的想象当中，你们也总是喜欢胡思乱想啊，过度活跃的思维能量，有的时候反而会阻碍你们的行动力啊。即使你们看到喜欢的，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因为过多的顾虑而不敢行动。所以说要勇敢一点啊，要大胆一点。第3张牌呢是 denial，这张牌告诉你们啊，很多时候一段关系没有顺利的开始，或者说阻碍你们感情运势的因素之一，就是你们总是会自我否定。你们在既定的人生轨道上设定了一些目标，你们在那些目标上投射了太多的价值，你们觉得自己没有达到那种目标，所以说你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达到那种目标之前，你们就没有办法开启一段美好的感情。其实真正的美好都是不期而至的，它没有特定的时间。而且呢，当你们
你们做好准备的时候，那些美好可能，有的时候，它和你们就已经擦肩而过了。所以说，没有正确的时间，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它出现，你们就要勇敢的去抓住，不要眼睁睁的看着它们溜走。而第4张牌呢是 regret，它是一种遗憾吧，一种惋惜啊。可能说你们还停留在过去的回忆当中啊，过去的感情当中，可能你们留下了一些遗憾吧。但是你们要清楚，有些人与其惋惜不能再见啊，不如感恩能够遇到。最终离开你们的那些人，说明他们不是对的人啊。告别错的人，才能够让你们遇到对的人。而接下来的这4张天使神谕卡是大天使给你们的指引啊。第1张牌是 Like attracts like， 这张牌告诉你们啊，你们若可爱，则哪里都可爱。你们若爱生活啊，那么生活本身就是可爱的。但是如果你们恨生活，那么生活必定处处可恨啊。你们如果感恩的话，那么处处可感恩。所以说你们的心决定了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样子，你们最终投射到这个世界的模样，又会吸引到相似的人来靠近你们。而第2张牌呢是 Love who you are， 要爱你们自己原本的模样，接受自己原本的模样，比你们努力的去扮演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角色要轻松很多。也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释放出自己真正的人格魅力。而第3张牌呢是 Actions speak loudly， 就是你们现在要行动啊，你们想要脱单，那你们要走入到人群当中去认识更多新的朋友啊。行动永远会赋予你们真正的生命力。可能你们现在正在等待最佳的行动时机，但是敢于行动比找到正确的时机要更加重要。第4张牌呢是 New Love， 你们在未来会开启一段新的感情啊。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会与过去做一个彻底的了断，而在那个你们期待的未来的世界当中，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